这是一把12厘米的风扇，这是一把18厘米的风扇啊，这呢是一把22厘米的风扇。好，大家好，我是建国。你见过机箱上用了22厘米和18厘米的风扇吗？那最近酷冷更新了自家的 Half 系列的机箱，算是很有话题性的。那带来的这款 Half Fall 500，那正面2把22厘米的进风扇，尾部一把18厘米的排风扇。关键这3个风扇还有4厘米的厚。那 Half Fall 500的散热效果到底如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首先来看一下外观 ，Half Fall 500的前脸是一块磁吸式的进风格栅，线条的肌肉感十足，非常硬朗。中间呢设计了一个经典的酷冷之墩的6边形 logo， 捏住面板顶部用力一拉就能取下，自带一块可拆卸的防尘网。在拆除尾部的3颗手拧螺丝后呢，就能取下侧板与顶板。顶板内部的防尘网是不可拆卸的啊。现在来看机箱内部的情况。在主板的右侧呢，有一个线台挡板，可以移动调整位置来兼容不同宽度的主板。酷冷呢，在挡板上方很细心的开了孔，可以让内存吹到新鲜空气。在挡板下呢，有一个原厂的显卡支架，酷冷也在配件里面附赠了第2根显卡支架啊。不管你是双卡用户，还是单纯只想用2根支架加1张显卡，都是支持的。因为呢，18厘米的出风扇占据了比较大的宽度，所以说 Half Fall 500的背部理线空间就不算很大了。中间呢设计了一个理线挡板，顶部呢有一个原厂的集线器，最多能连接6把风扇。在周围呢也有一些魔术贴，方便用户进行理线。Half Fall 500的 I/O 接口配备了一个 Type-C 接口，2个5G 的 Type-A 接口，一个开机键，一个重启键，一个音频接口。比较细的一点是呢，机箱的 I/O 跳线虽然是一体的，但是重启键是可以分离的设计，让用户可以接到主板的其他地方来更改重启键的功能。机箱尾部的透气口呢，为了提升通风的效率，那把开孔设计的非常巨大，那它的通风效率想必应该非常好。这张前脸的自带风扇型号为 Mighty 40F220，官方宣传的峰值风量高达203.8 CFM。尾部的 Mighty 40V180风扇的官方宣传的峰值风量也有161.5 CFM。那作为对比呢，这一把性能和噪音比较平衡的莫比乌斯110风扇的风量就只有63.1 CFM 的啊，可见呢这些机箱风扇性能是相当强悍的。兼容性方面呢 ，Half Fall 500最大支持宽度为310毫米的 eATX 主板，风冷的兼容性在英特尔平台最大能够支持221毫米高度的塔体 ，AMD 平台呢则支持到220毫米。顶部的 Master Rail 也就是宗师滑轨呢，能够自由调整滑轨和螺丝孔的位置。最大呢能够支持3把14厘米或者2把18厘米的风扇，或者说是一个350的冷盘，并且呢这个宗师滑轨是可以拆除之后呢安装到前脸的。如果说后期能够另购入一套滑轨的话呢，那这个机箱能够到支持双350冷盘。不过呢应该不会有人在这个机箱里去抛弃22厘米的风扇去换一个双350冷盘吧。存储方面呢 Half Fall 500的原装配备了3个硬盘支架，可以支持3块3.5寸或者6块2.5寸的硬盘。此时支持的电源长度为15厘米啊，显然是比较紧张的，不过是可以改变硬盘架的安装方式。虽然呢支持的硬盘数量会下降到2块3.5或者4块2.5啊，不过能够支持长达21厘米的电源。并且呢，如果愿意略微牺牲显卡进风量呢，把这个加权分流器把它拆掉的话，就又能够安装上全部的3个硬盘支架了，自由度比较高。值得提示呢，酷冷在配件里附赠了一本编解非常详细的说明书呢，里面各种装备细节都有涉猎，其实对用户是相当友好的。接下来呢，进行一个实际的散热测试，我们在这里使用散热有2套，分别是酷冷之墩的冷饮2代性能版和酷冷之墩的 V8H 3D-HP 来验证风冷与水冷在风道机箱里面的表现如何。先来看一下测试平台，那除了 Half Fall 500机箱以及上面的2款散热之外呢 ，CPU 采用了 Ryzen 9 9950X， 显卡呢是来自明炫的 RTX 5080 Aircraft i 加 Plus S0， 主板使用是微星最新推出的 MPG X870E 卡泵 Max WiFi。我们呢在主板的 BIOS 中呢设定了电压 1.15伏，频率在水冷上为 5.2G， 功耗约220瓦。那在风冷上则是把频率降低到了 5G， 这个时候功耗也同样是220瓦左右，与我们之前测试这2款散热时的参数是一致的。显卡呢则是保持默认的进行甜甜圈的4K 分辨率的烤机，功耗会稳定在360瓦左右。接下来呢进行测试，由于显卡单烤时呢风扇并不会满转，噪音是非常低的，仅36分贝左右，与环境噪音是基本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在后期测试呢都不会把显卡的噪音单独拎出来说一说。我们先说结论我们推荐把3把机箱的风扇最大转速限制在60%的水平。先来看一下水冷组呢，室温23.5度，正负0.5度时，此时 CPU 的温度是81.1度 ，GPU 温度为60.4度。与风扇满转速相比呢 ，CPU 的温度提升了1.2度 ，GPU 的温度提升了1.4度，但是噪音呢却从50分贝降到47分贝，从听感上呢变化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说机箱的风扇转速已经降了这么多，温度却没有降多少，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风扇作用不大呢？当然不是呢。我们来对比拆除了机箱风扇前后的温度表现，在保持风扇满转速、拆除出风扇、仅保留进风扇的情况下呢 ，CPU 的温度上升了2.1度 ，GPU 温度不变。而在拆除了进风扇、仅保留出风扇的情况下呢 ，CPU 的温度上升了2.6度 ，GPU 上升了3.1度。由此可见呢，这2把进气扇对于风道是更加重要一些的。接下来呢，将前后的风扇都拆除 ，CPU 和 GPU 的温度会分别上升8.6度和5.3度可见这个风扇对于整机的散热还是很重要的。不少人会有那搞这么多风道，是不是不如直接打开侧板这样的想法？我们也进行了测试，在这里呢 ，CPU 的温度反而上升了0.7度 ，GPU 也上升1.4度还不如侧板关闭的表现。那作为对比呢，这里展示一下开放测试平台的测试成绩 ，CPU 82.5度 ，GPU 61.3度，那还是会比放在机箱里面会高个2-3度。所以说呢 ，HyperFall 500的风道还是有一定作用的。那上面这一串都是水冷成绩，风冷又如何呢？首先呢，是我们限制机箱风扇最大转速到60%，相比于风扇全部拉满情况下呢 ，CPU 温度升了1.7度，而 GPU 的温度提升了1.5度，噪音呢则是从49分贝降低到了45分贝，那听感上弱了许多。接着呢，我们测试拆除机箱风扇对风冷的散热情况，在保持机箱风扇满转速、拆除了出风扇、仅保留进气扇情况下呢 ，CPU 的温度上升0.6度 ，GPU 的温度上升了0.4度，变化不大。而在拆除了进风扇时候的变化就很大了 ，CPU 的温度上升了7.8度 ，GPU 的温度也上升了36度。那看来进风扇呢，其实对于风冷的平台的提升会更大一些毕竟它这个 CPU 会不停的吃 GPU 的尾气。而将前后风扇都拆掉的话呢，区别就更加明显了。那 CPU 的温度提升了高达10.4度，来到了101.7度 ，GPU 的温度提升了4.4度。那这个时候 CPU 吃 GPU 的尾气的情况就更严重了不过呢，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极端测试。那只要正常给机箱里面的风扇接好线，不会有这么夸张的情况出现。风冷这边呢，我们也测试了打开侧板的工况，相比于侧板关闭时的 CPU 温度降低了0.4度，显卡温度呢则是提高了0.8度。而与开放测试平台相比呢 ，CPU 96.7度，那高了5.4度 ；GPU 61.3度，高了2.1度。综合风冷和水冷测试结果来看呢，其实 HyperFall 500的这个风扇对于散热还是会有不小提升的特别是在风冷平台。当然呢 ，HyperFall 500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机箱，那它的侧板与顶板在尾部是有3颗螺丝负责固定的，那这3个螺丝没有采取防丢的设计，而且呢，由于侧板自带的小耳朵与螺丝的距离太近，那导致这个徒手拧螺丝会很不方便。另外就是这个顶板的质感其实还是有改善空间的这张不可以拆卸的防尘网无疑也是能优化的虽然说这3个大风扇呢，估计一个就要200-300的成本，3个加起来也大几百了。1099的机箱卖着也不贵，但是毕竟会选择过千售价的机箱的用户，多少对于机箱的做工质感会有一些更高的要求。另外呢，就是遮线板在搭配带 debug 灯的主板时呢，很有可能会把灯给挡住需要用户站起来换个角度才能看到。看完机箱呢，我们再来说说这次的主板测试使用的主板是微星最新推出的 MPG X870E Carbon Max WiFi。相比于之前的 X870E Carbon 呢，主要是优化了 PCIe 的通道分配，改进了主板边缘的焊点，还配备了一个外置的时钟发生器，那让主板有了更宽的 CPU 外屏调整能力是款非常优秀的次旗舰主板主板边缘的焊点是微星这次优化过的平整焊点工艺，能够降低主板扎手的概率。扩展项呢，这张 Carbon Max 包含了3条 PCIe 插槽，前2条是共享来自 CPU 的5.0×16的通道，第3条则是挂带在PCH 下支持 PCIe 4.0×4的速率。MDL 接口有4个，前2条是直连 CPU 的，支持 PCIe 5.0×4的速率，后2条呢挂带在 PCH 下呢支持 PCIe
PCIe 4.0x4，并且呢没有继承老的卡泵，让2条 PCIe 接口与 MDL 接口共享带宽设计，而是让 MDL 接口和后置的40G 的 Type-C 接口共享，也能在 BIOS 里去调整带宽分配啊，让两者均分来自 CPU 的 PCIe 5.0x4带宽，或者说让 MDL 接口去独占，自由度很高。而后置 I/O 接口方面也是很豪华的，整整9个10G 的 USB-A 口，2个10G 的 C 口，2个40G 的 C 口，2个速率分别为2.5G 和5G 的网口。如果说你追求主板的功能性、MDL 数量、PCIe 分配等等没有什么太多信仰追求的话，那这块主板已经是非常出色的。而且呢，642的 BIOS 容量呢，也为以后的更新留出了充足的冗余。最后来总结一下吧，那酷冷至尊的 HyperFall 500机箱呢，史无前例的在机箱领域呢，用上了2把的22040的进风扇和1把18040的出风扇。于是的风道设计呢，让它关上侧板的散热表现呢，比打开侧板来得更好。同时呢，设计师在硬盘兼容性方面的小屌丝也可圈可点。1099元的价格也不算贵。那如果说你在找一块散热不错的风道机箱，那这款 HyperFall 500无疑是非常值得考虑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你如果看了酷冷的这款 HyperFall 500机箱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观众别忘了点个小铃铛、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 你们简单动画动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精华，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海量淘店铺潮玩国的数码贼超哥，我们下见，拜拜。